小子，那令牌有古怪，你没有发现吗？这时，赤云魔君的声音响起。古怪？有什么古怪？陈平满脸的不解，随后把收起的令牌重新拿了出来。令牌入手冰凉，上面有个名字。陈平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古怪之处。赤云魔君冷哼一声，神魂在陈平识海中翻涌。你小子的灵识还是太浅，这令牌表面不过是层障眼法，若真是普通信物，怎会让我这一缕神魂都隐隐悸动？陈平闻言神色凝重，将令牌翻转过来反复端详，却依旧看不出任何端倪。打开天明眼！赤云魔君突然厉喝，你这家伙以后要仔细点了。陈平心中一震，知道赤云魔君肯定是发现令牌有什么不同了，于是打开了它。没有。在陈平的额头一只眼睛出现，陈平眼前的世界也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。令牌在天明眼的注视下，表面的黑气如活物般扭动起来，原本平整的名字突然凹陷，显露出下方两个极小的篆字天临。这两个字散发着温润的宝光，与令牌其余部分的阴寒气息截然不同。陈平倒吸一口冷气，看向识海中的赤云魔君，前辈，这果然如此。赤云魔君的神魂剧烈震荡，天临洞府那可是上古时期最神秘的存在之一，传说他们能穿梭诸天万界，专门挑选有大气运的修士。当年天界数位道祖都曾被天临洞府接引，只是这组织在万年前突然销声匿迹，连同其背后的大宗一起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陈平皱着眉头，不知道这神秘组织跟着天临洞府有什么关联，怎么这令牌中会出现跟着天临洞府有关的东西，况且这天临洞府早就消失了。云宗主，你听说过天临洞府吗？陈平对着云无涯问道。一旁的云无涯听到天临洞府4个字，手中的武器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他脸色煞白，声音都在颤抖。陈先生，天临洞府那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地方，据说他们挑选弟子的标准是打破天界天道规则。曾经有个散修，不过散仙境1品，却因身负罕见的天地灵根，被天临洞府破格带走。3日之后，此人归来时，竟直接突破到了地仙境，把3重天内的所有仇人斩杀之后，又消失不见了。这个传说可是流传了很久很久的。3天提升一个大境界，陈平一阵无语了。这他妈的修炼速度可是比他还离谱呢。难道这天临洞府也存在时间规则？在其他人眼中的3天，或许在天临洞府就是3年。陈平心中猛然一惊，能够如此变态的修炼速度，也只有这个可能了。若是资源充足，用不了3年，陈平也能提升一个大境界。在镇魔塔中修炼，那可是3天顶1年了。胡麻子不知何时凑了过来，眼睛瞪得溜圆，乖乖，这也太离谱了。要是能进这天临洞府，咱们岂不是都能一步登天？胡大师，你没听过这天临洞府吗？陈平问道。我没听过，我都轮换转世多少次了，哪里还听到这些？胡麻子尴尬一笑道。陈平皱眉思索，将令牌收起。先不管这天临洞府与神秘组织有何关联，当务之急是处理七殿，至于其他令牌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他心中暗自盘算，若是能集齐令牌，说不定真能揭开这天临洞府的秘密，甚至找到提升实力的契机。我们走吧，去七殿。陈平说道。七殿的实力要比蛮荒古族、天眼宗和血影宫都厉害，毕竟那七殿主可是散仙境9品巅峰的存在，更何况七殿背后是神族的神殿，有了这个靠山，神殿实力肯定不差。所以这一次去七殿，陈平也不敢太过大意。众人朝着七殿方向进发，一路上陈平始终心神不宁。天临洞府的传说太过震撼，而那神秘组织显然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鬼面身上的令牌到底是进入神秘组织的凭证，
还是开启天灵洞府遗迹的钥匙。就在陈平他们朝着七殿而去的时候，在三重天的一处神秘之地，四周散发着白光，看过去除了一片白光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可当踏入白光之中，瞬间就出现一座座巍峨高山，山上有着宏大的宫殿。在宫殿内，一名老者闭目而坐，像是冥想，又像是练功。而在大殿中间，10几名孩童一个个惊恐地望着四周，眼中还挂着泪痕。妈妈，我要找妈妈，放我们离开，我害怕，这些孩童哭喊着。可是那老者却仿佛没有听到，无动于衷。大殿四周一缕缕被收集而来的神魂和亡灵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着，然后朝着那些孩童的体内涌去。这些神魂全都挣扎着，可是却于事无补。伴随着神魂和亡灵不断进入那些孩童体内，那些孩童开始停止了哭闹，脸色也变得狰狞起来。短短片刻，10几名孩童竟然全都七窍流血，满脸乌青的死了。这时老者缓缓睁开眼，轻叹一声，垃圾。随后一挥手，10几名孩童的尸体瞬间化作灰烬，被一阵风吹散了。大长老，不好了！这时一名修士惊慌地跑了进来。什么事情这么惊慌？老者眉头一皱。鬼面被人杀了。修士小声说道。什么？老者蹭的一声站了起来。你再说一遍。鬼面他们5鬼被人杀了。修士再次说道。放屁，他们5个在整个三重天无敌，谁能杀得了他们？而且他们5个还能召出鬼兽饕餮，不可能有人杀得了他们的。老者嘶吼着，根本就不相信，一个小小的三重天，没有人有本事能把他的5鬼给杀了的。5个人联合起来的实力，就连散仙境巅峰都不是对手的。在这三重天，不可能有地仙境界的高手出现的。是真的，他们5个的魂灯已经灭了，就在不久刚刚灭掉的。修士也是一脸无奈地说道。那令牌呢？鬼面身上的令牌呢？找到没有？老者脸色苍白，焦急地问道。修士摇了摇头，没有，怕是已经丢失了。扑通，老者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额头的冷汗直流。令牌丢了，找不到了，那他的这条命怕是也要不保了。你去，速把幽冥二老找来，要快！老者怒吼着。修士焦急地跑了出去。很快伴随着2道恐怖气息，幽冥二老到了。大殿内的白光骤然暗淡，2道裹挟着阴寒鬼气的身影如鬼魅般浮现。左边老者身形佝偻，黑袍下露出枯骨般的手指，指甲泛着青黑色，腰间悬着一串滴溜溜转动的魂珠。右边老者面容浮肿，双眼翻白，嘴角挂着咸水，手中握着一柄缠绕着幽冥火焰的锁链镰刀，正是大长老急召的幽冥二老。鬼爪婆与逆魂宫。大长老，何事如此慌张？鬼爪婆的声音如同指甲刮过石板，尖锐刺耳。他瞥了一眼地上孩童的灰烬，眼中闪过一丝不耐。若非你急召，我2人正用百鬼炼魂之术淬炼新的容器。大长老猛地站起身，袍袖震颤，指向殿中央的魂灯台。鬼面5鬼的魂灯全灭了。逆魂宫翻白的眼珠猛地一颤，锁链镰刀哐当落地。不可能！5鬼联手，加上饕餮鬼兽，就算是散仙巅峰也不是敌手。三重天内谁有这等本事？魂灯不会说谎。大长老双手握拳，指尖因用力而发白。更要紧的是鬼面身上的令牌丢失，若落入外人手中，组织的秘密，还有我们头上的枷锁，怕是藏不住了。幽冥二老对视一眼，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骇。鬼爪婆枯瘦的手指掐算着什么，眉头越皱越紧。魂灯熄灭前，能量波动显示他们在血影宫附近与一股极其诡异的力量碰撞，随后便彻底消失。血影宫，大长老瞳孔一缩，
那血影宫的实力我知道，他们怎么会有能杀五鬼的存在？逆魂宫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声音嘶哑，不管是谁，令牌必须找回。大长老，你可知对方底细？一无所知。大长老一拳砸在石桌上，裂痕蔓延至桌角，鬼面连求救的神魂传音都没发出，可见死得有多突然。现在只能靠你们二老，待阴司影卫彻查三重天，绝地三尺也要把令牌找回来。鬼爪婆阴笑一声，指尖的魂珠突然红光爆闪。放心，凡是沾染过鬼面气息的东西，都逃不过我万魂锁的追踪。只是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大长老，若令牌被藏匿，没有了气息，就算是我们也……少废话！大长老厉声打断，找不到令牌，咱们三个都得死。记住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令牌必须完好无损的拿回来。幽冥二老率领着100名阴司影卫，如黑色潮水般涌入血影。这里早已经是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尸体，一些不穿衣服的女士暴露在外，让逆魂宫看了直舔嘴唇。鬼爪婆冷冷地瞪了逆魂宫一眼，吓得逆魂宫收回了目光，站在一片焦黑的土地前。鬼爪婆枯手指向地面上深达3尺的爪痕，看这爪具，是饕餮鬼兽的幽冥裂地爪，但反击的力量。他俯身抓起一把焦土，掌心的魂珠突然疯狂旋转，发出卡卡的碎裂声。怎么了？逆魂宫凑上前，锁链镰刀往地上一插，顿时有无数魂魄从地下钻出，嘶嚎着指向四周。气息被抹除了。鬼爪婆猛地捏碎魂珠，脸色铁青，不是普通的神魂俱灭，是连灵石残留、能量波动都被彻底吞噬了，就像被什么东西活活吞下去，连骨头渣都没剩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厉害？难道那五鬼被自己的饕餮鬼兽给吞了？逆魂宫皱着眉头，不解地问道。因为这饕餮鬼兽就是可以吞下万物的。别放屁了！鬼爪婆瞪了他一眼，这世上可不是只有饕餮鬼兽能够吞噬万物，在这3重天还有什么灵兽能够吞噬万物呢？逆魂宫问道。怪了，鬼爪婆没理他，而是从地上找到一块碎片，放在鼻尖轻嗅，突然浑身一震，这味道是吞天兽。吞天兽！逆魂宫失声惊呼，传说中能吞噬万物的上古凶兽，怎么会出现在3重天？那可是9重天赤云魔君的坐骑，更何况赤云魔君消失匿迹数千年了，怎么可能会在3重天出现？逆魂宫有些不太相信，毕竟数千年前赤云魔君就销声匿迹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其实是在天人界被人给弄死了，坐骑吞天兽也挂了，而赤云魔君的一缕神魂藏到山洞，吞天兽也在临死前产下了一枚蛋，不可能是赤云魔君。鬼爪婆摇头，指尖凝结出一缕阴气，缠绕在碎片上，这是吞天兽幼崽的是灵涎液，专门消化神魂。看来鬼面他们是被吞天兽吞了，连神魂都没来得及逃出。难道是赤云魔君的儿子？他的吞天兽下载了，给他儿子了？逆魂宫吞了口唾沫，满脸紧张地问道。这要是赤云魔君儿子干的，他们还真不敢去查了。阴司影卫们闻言纷纷倒吸冷气，这要是赤云魔君的儿子干的，他们还查个屁啊！别他妈放屁了！鬼爪婆又等了逆魂宫一眼道，赤云魔君修炼的魔功早就没办法双修，不能生孩子，哪里来的儿子？你咋知道的？逆魂宫警惕地看着鬼爪婆。我猜的，行不行？你以后少放屁！鬼爪婆骂道。逆魂宫望着远处的天空，吞天兽幼崽必须认主才能存活，敢豢养这等凶兽的人，不是赤云魔君的儿子，又能是谁呢？3重天内散仙境巅峰已是天花板，难道是他猛地看向鬼爪婆？难道是赤云魔君的干儿子？
去你妈的鬼爪婆，恨不得踢那逆魂宫一脚。陈平要是知道自己一会儿就从赤云魔君的儿子变成干儿子的，估计也是哭笑不得。别胡乱猜了，现在我虽然没查到鬼面的气息，不过对付的气息我已经知道一二了，跟我去追。说完，鬼爪婆带人朝着陈平他们追去。与此同时，陈平一行人正朝着七殿所在的地方行进。霍晶晶突然指着一处山峰道：“那座山峰好特别啊！”莫青云也看了过去，满脸惊讶道：“这山峰看起来像是一把剑插在地上，真好看。”陈平见状，也顺着两人的目光看了过去，果然发现在距离他们数百里之外，一座万丈山峰屹立，就像是一把巨剑插在地上，剑尖直接插在地里面了。而在最顶端，则是剑柄，虽然相隔数百里，可陈平依然感受到这把巨剑山峰所带来的压迫和锋利。云宗主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山峰？陈平对着云雾崖问道。毕竟这里只有云雾崖是三重天的修士。云雾崖看了一眼，随即面露难色：“陈先生，我虽然也在三重天修炼，可是这三重天地域广袤，我们青云宗一直都是在三重天边缘地带生存，像这种核心的地方，我也从未来过，也没见过这种山峰，更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。”